当地时间5号，第9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普京致辞时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谈判需要以俄乌谈判代表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未来和平协议草案为基础。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озникнет такое желание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Мы не отказывали, но на базе те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ы, достигнуты и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ы в Стамбуле. 在2022年3月伊斯坦布尔会谈后，俄乌谈判没有任何进展。普京曾表示，俄罗斯不会与所有人开战，俄方需要的是达成符合自身利益且可靠的协议。 而随着乌克兰上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袭击，俄方多次表示，此举将导致双方和谈话题长期暂停。在5号论坛上，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打算履行包括过境运输在内的长期合同规定的所有义务。如果乌克兰拒绝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这意味着运往欧洲的天然气量将减少，受损的是欧洲自身。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乌克兰天然气公司之间关于向欧洲转运天然气的合同将于今年年底到期。乌克兰方面近期多次表示不会延长这一合同。就在普京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乌克兰最高拉达经投票表决任命安德烈·西比加为新任外交部长。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最高拉达还投票批准了乌前任外长库列巴和副总理维列修克的辞呈。 西比加现年49岁，曾任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今年4月被任命为乌克兰外交部第1副部长。据报道，乌最高拉达4号还批准解除包括司法部部长在内的其他多名内阁成员职务，加上今年早些时候离职的官员，目前乌克兰政府内阁有近1半的席位空缺。 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军多个目标，并在库尔斯克等地区打击了乌军人员和装备集中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于同日通报称，乌军当天继续在哈尔科夫、波克罗夫斯克等地区抵挡俄军进攻。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5号通报称，对波尔塔瓦州导弹袭击现场的救援行动已经完成。据乌方统计，3号的袭击造成55人死亡，328人受伤。针对这次袭击，俄方称俄军袭击的目标是一处乌方军事训练中心。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说，总干事格罗西结束了本周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考察行程。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8月11号发生火灾原因的调查仍在继续。声明说，格罗西在冷却塔内部看到内壁严重受损，可能需要拆除。火灾虽未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构成威胁，但凸显了该核电站在俄乌冲突中持续面临的风险。附近经常能听到无人机袭击和其他军事活动的声音。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指责扎波罗热核电站失火事件是对方造成。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表声明称，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2个主冷却塔之一实施2次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俄方在核电站内纵火。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弊案，台北地院2号裁定无保请回，但检方随后抗告成功。台北地院5号传唤柯文哲召开第2次羁押庭，经过2个半小时的审理，法院最终宣布了裁定结果，柯文哲被收押禁见。随后，柯文哲被戴上手铐送往看守所。民众党方面发表声明抗议赖清德当局的滥权。 5号上午9时10分左右，柯文哲面带微笑抵达台北地方法院，并未就现场媒体的询问做出任何回应。9时30分，台北地院召集检方与辩护人开庭，先行处理程序事项，包括检方抗告书新增卷证资料、此部分卷证资料呈现方式及阅卷事项等。程序约于10时许处理完毕，决定将于下午2时正式召开羁押庭。在此期间，柯文哲被要求暂时留置在候审室。 台北地院告知负责戒护工作的法警，待柯文哲往返法庭与候审室之间，可以不使用戒具，除非柯文哲反抗。下午2时正式开庭，历时2个半小时，于下午4点半结束。法官于下午5点16分宣布裁定结果，柯文哲被收押禁见，可抗告。我觉得你要让人家死，要让人家心服口服吧。对。 你好歹也抓到个真凭实据吧。现在第一个北检办案的方式好像是我管你了，我先把你押来，押来之后我慢慢再想去找证据，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岛内报道显示，法庭作出裁定后，柯文哲被戴上手铐送往台北看守所。这个台北的地方法院系统和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高等法院系统，以及包括柯文哲的团队，那么这个之间法律方面的一个事务会成为一个关键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关键，在我看来就是民进党的领导人赖清德和柯文哲这两个阵营、两个领导人之间的自己的这种政治方面的一个意志，到底哪方更强？法院外，大批柯文哲的支持者到场声援。台北市警局提前部署约400名警力，团团围住法院周围，严阵以待。民众党也召开记者会，提出3点声明：第一，全党团结捍卫柯文哲清白；第二，民众党公职人员仍会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最大能量，继续为台湾服务，也呼吁民众党青年支持者认真工作，正常生活。第三，抗议赖清德当局的侦查滥权，让假消息引导风向，不公不义侵蚀台湾。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黄国昌表示，不管裁定结果是什么，柯文哲都非常冷静沉着，知道这将是长期抗战。今天不管裁定结果是什么，赖清德不会停手，绝对不会停手。接下来动用整个检调去对付他的行动，绝对不会停止下来。黄国昌还向媒体透露，柯文哲此前被检方传讯近70小时，没有洗澡，没有热食，候审室的灯不会变暗，根本没法休息，环境非常恶劣。期间，柯文哲常常站得挺直，双眼直视监视器，因为他认为这件案子是公权力介入。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双眼直视看着那个监视器。他跟我说，其实他在看的是赖清德。柯文哲卷入的金华城案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检方和法院相互博弈。8月30号，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和民进党当局廉政署带回讯问，以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图利罪申请羁押禁见。9月2号凌晨，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检方举证无法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裁定将其无保请回。3号，台北检方就台北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提出抗告，请求更高一级法院撤销原裁定。4号，院方撤销无保请回裁定，发回台北地方法院重新裁定。岛内媒体人谢寒冰认为，这次是法院系统内部在打架。你想惹这件事吗？对，我干嘛去担这个锅啊？我就把它丢回去啊，地院你自己解决啊。那地院呢，这次又会换另外一个法官。岛内舆论指出，为了收押柯文哲，台北地检署使出了3个杀招：押人取供、毁人名节、案件伤人。上次为什么上次不拿出来？到底有没有？也都是媒体绘声绘影在讲，到法院去一翻两瞪眼，大家看这个攻防战。台北地检署一边抗告，一边通过特定媒体放出消息，称查到与柯文哲有关的大量资金流向不明，嫌疑重大，金额有上千万新台币。一时之间，台湾社会传言四起，看得出来追杀令是12道金牌。外界还注意到，此次案件重审的法官也换了。按照规定，台北地院的法官有值班制度。9月5号值班的法官名叫吕正业。岛内透露，这位法官曾宣称自己是绿色法官，曾因严重违反办案程序和法官伦理，被台北地院处罚，每月减发工资20%，减发1年。在这样一起如此重要的案件中，恰巧改为由一名绿色法官审理，更被岛内舆论所诟病。有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这一次是铁了心，一定要把柯文哲收押进去。而就目前的情况看，对柯文哲非常不利。首先，台北地检署的调查一直在进行中，可能已获取新的证据。另外，除了柯文哲，金华城案的另外3个关键人物应晓薇、沈庆京、彭振声都已经被羁押禁见，台北地检署也可以在提审中获取新的供词。赖清德通过这样一个掌握检调的人士和这样一个政治的导向啊，已经完全把司法作为他的这样一个打压异己的工具。那么我们也看到近一段时期以来，岛内也是一直在关于这种包括所谓的司法改革、所谓的大法官的人事任命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它背后都包含着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金华城案牵动岛内政坛格局。4号，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柯文哲表示声援。朱立伦说，如有足够证据并办到底是速贪，没有足够证据硬要办就是政治清算。司法绝对不能变成民进党挥舞的鞭，应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尺。
分析认为，国民党方面目前正保持微妙的平衡，既不能公开抨击柯文哲，因为这可能会破坏未来的合作机会，也不能过分袒护，以免引起中间选民的反感。说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很显然是要通过首先拔掉柯文哲这个眼中钉，那么以此再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牵制拆解，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分化破坏这个蓝白阵营之间的整合。所以说岛内舆论也是猜测柯文哲民众党会不会为了自保，在一定程度上与赖清德去妥协形成这样一个白营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去观察会不会去发生这样一些非常诡谲的一个政治方面的动向。柯文哲一案闹得沸沸扬扬，事实上，司法改革一直是岛内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司法体系历经多次的改革，然而直到今天，岛内民众依然普遍认为司法不公正，政治介入办案，以至于司法威信无法建立。而从最近检方侦办大案的手法，足以证实司法改革不仅彻底失败，还倒退数十年。特别是比较明显的体现在一个是司法为政治服务那么这个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从蔡英文时期以来到现在赖清德不断去进行这样一个扩大，我们可想而知，后续如果说包括在野阵营推出其他的这样一些有志于在2028去参选的候选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赖清德也一定会用司法的工具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提前的打压。